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如果宇宙真的誕生於138億年前，那麼在宇宙誕生之前，到底是什麼樣子？是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什麼都沒有？還是說，在我們這個宇宙之前，其實還存在着另一個宇宙？更詭異的是，如果時間和空間本身都屬於宇宙，那麼所謂的宇宙誕生之前，這個之前到底有沒有意義呢？這個問題聽起來有點繞，但它恰恰是現代宇宙學最深的謎題之一。我們都聽過大爆炸，按照目前最成功的宇宙學模型，我們今天看到的宇宙大約經歷了138億年的演化，從一個極端高溫、高密度的早期狀態一路膨脹到今天。但這裡有一個很容易被誤解的地方，大爆炸並不是說宇宙原本存在於一片漆黑的空間裡，然后某個地方突然砰的一聲炸開，物質朝四面八方飛出去。恰恰相反，我們所說的宇宙膨脹是空間本身在演化。所以你如果繼續追問，那大爆炸之前宇宙在哪兒？這個問題可能就已經出了問題。因為哪裡需要空間，什麼時候需要時間，而如果時間和空間本身就是宇宙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很難用日常生活中的之前和外面去描述宇宙最初的狀態。所以有一种觀點認為，大爆炸之前並不存在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時間。就像你站在地球北極問一句，北極再往北是什麼？不是那裡藏着一個神秘地點，而是往北這個概念已經走到了邊界。可是先別急着認為問題到這裡就結束了，因為我們現在能夠追溯的宇宙歷史，並不一定等於宇宙真正的起點。科學家認為，在我們能夠直接描述的極早期宇宙之前，可能還經歷過更加神秘的階段，比如宇宙暴脹。而究竟是什麼觸發了暴脹？暴脹之前又是什麼？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確定答案。也就是說，我們知道宇宙非常年輕時發生過什麼，但對於最開始之前，科學依然沒有一個最終答案。而就在這個地方，一位非常特殊的科學家把問題又往前推了一步。他的名字叫羅傑·彭羅斯，這個名字你可能聽過。2020年，彭羅斯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但這裡必須糾正一個經常被傳錯的信息，彭羅斯獲得諾獎並不是因為他提出了共形循環宇宙學。諾貝爾獎官方給出的獲獎理由是他證明了黑洞形成是廣義相對論的穩健預言。也就是說，這位老爺子真正厲害的地方之一，是他幫助我們理解了黑洞為什麼能夠形成。而後來，他又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另一個更加瘋狂的問題：宇宙的終點會不會和另一個宇宙的起點連接在一起？這就是著名的共形循環宇宙學，英文簡稱 CCC。彭羅斯的想法非常大膽。我們通常認為宇宙有一個開始，然後宇宙不斷膨脹，恆星誕生、死亡，星系合併，黑洞不斷吞噬周圍的物質，最後經過漫長到幾乎無法想象的時間，宇宙會進入一個極其遙遠、極其稀薄的未來。而彭羅斯提出，有沒有可能，這個遙遠未來並不是宇宙故事的終點，而是下一輪宇宙的起點。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謂的大爆炸，可能根本不是宇宙的第一集，它可能是上一集結束之後，下一集開始的地方。在這個模型裡，一個宇宙叫做一個 eon，可以理解為一個完整的宇宙時代。一個eon結束之後，經過特殊的共形處理，它的遙遠未來可以與下一個eon的早期狀態連接起来。於是宇宙可能變成這樣：宇宙 A 漫長演化，最終走向遙遠未来，然後宇宙 B 誕生，宇宙 B 再次演化，再進入遙遠未來，然後宇宙 C 出現，如此循環。如果這個想法是真的，那麼我們現在生活的宇宙可能根本不是宇宙的第一世，它只是漫長宇宙歷史中的某一輪。更有意思的是，彭羅斯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其中一個關鍵就在黑洞和熵。我們知道，宇宙的熵總體上隨時間增加，而黑洞是宇宙中極端重要的熵庫。按照霍金理論，黑洞并不是永遠不變的，它可以通過霍金輻射逐漸損失能量，最終蒸發。當然，這個過程長得恐怖，對於天體級黑洞來說，可能需要遠遠超過我們今天宇宙年齡的時間尺度。但如果宇宙真的演化到極其遙遠的未來，恆星逐漸消失，黑洞最終也一個個走向蒸發，那麼整個宇宙會变得和今天完全不同。沒有我們熟悉的恆星，沒有行星，沒有星系裡熱鬧的天體世界，
只剩下極其稀薄的輻射和粒子。而在彭羅斯的 CCC 框架裡，這樣一個遙遠到幾乎沒有尺度的宇宙終局，可以通過共形變換與下一輪宇宙的初始狀態聯繫起來。聽起來是不是很瘋狂？但真正讓這個理論變得有意思的，並不是故事有多漂亮，而是如果上一個宇宙真的存在，它有沒有可能給我們留下證據呢？彭羅斯認為有可能，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著名的概念——霍金點。簡單來說，如果上一個宇宙裡存在超大質量黑洞，而這些黑洞最終經歷霍金蒸發，那麼這種極端事件可能在下一輪宇宙的宇宙微波背景中留下某種特殊的痕跡。於是科學家開始尋找，如果真的在今天的宇宙微波背景裡找到這種特殊信號，那可就不得了了，因為它意味着我們今天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可能不只是我們这個宇宙的嬰兒照，它裡面可能還藏着上一輪宇宙留下的痕跡。甚至可以想象成，上一輪宇宙已經消失了138億年，但它可能在我們這個宇宙的背景輻射裡留下了一枚極其微弱的指紋，這就是所謂的霍金點。但是故事到這裡必須踩一腳剎車。過去確實有研究聲稱，在宇宙微波背景中發現了可能與 CCC 有關的特殊圓形結構和高溫斑點，但後續更嚴格的分析並沒有發現具有統計顯著性的霍金點證據。2022年的一項系統搜索甚至指出，去除一些異常亮或異常暗的像素後，並沒有發現統計顯著的低方差源，也沒有發現統計顯著的霍金點。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們不能說彭羅斯已經證明了宇宙循環，更不能說霍金點已經證明了上一個宇宙存在。科學界目前沒有這樣的結論。但有意思的是，這並不等於 CCC 已經被徹底否定，因為沒有找到預言中的信號，只能說明目前的觀測證據不足。它可能意味着理論本身有問題，也可能意味着我們尋找的信號並不是這麼簡單，甚至可能意味着我們需要更好的觀測數據和更精確的理論預測。事實上，彭羅斯本人並沒有放棄這個方向，他的研究團隊近年來仍然在繼續討論 CCC 中不同宇宙時代之間究竟應該怎樣連接。這就讓問題變得更加有意思，因為我們真正不知道的其實不是彭羅斯有沒有一個答案，而是宇宙到底有沒有第一輪。假如 CCC 最終被證明正確，那麼我們今天看到的大爆炸就可能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宇宙誕生，它可能只是一次宇宙循環的交接，上一個宇宙走到極其遙遠的未來，然後我們這個宇宙出現，而在我們之後，也許還會有下一個宇宙，再下一個，再下一個。但這裡又出現了一個更加可怕的問題。如果宇宙可以一輪接着一輪循環，那麼第一輪宇宙在哪裡？如果沒有第一輪，那宇宙究竟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開始？我們一直習慣於把世界理解成一條線，出生、成長、衰老、死亡。可宇宙也許根本不是一條線，它可能更像一個巨大的循環。我們以為138億年前是故事的第一頁，但也許那只是我們能夠看到的第一頁。而在這第一頁之前，可能還有一本我們永遠看不見的書。當然，到目前為止，這依然只是一個大膽的理論。宇宙微波背景中還沒有出現足以讓科學界接受 CCC 的決定性證據，所以我們不能說彭羅斯已經找到了宇宙誕生之前的答案。真正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彭羅斯提出了一種可能性，我們這個宇宙也許並不是第一個宇宙，而這恰恰是這個問題最迷人的地方。因為我們仰頭看到的星空可能只是138億年的宇宙歷史，但如果宇宙真的存在一輪又一輪的循環，那麼在那些恆星誕生之前，在銀河系出現之前，甚至在我們這個宇宙出現之前，也許曾經有過另一個宇宙，那裡也可能有它自己的星系、自己的黑洞、自己的終點，然後它走到了盡頭，而我們所在的宇宙才從那個盡頭裡開始。所以下次你再抬頭看星空的時候，可以想一個更加大膽的問題：我們看到的到底是宇宙的開始，還是上一個宇宙留下來的余燼？目前沒人知道，而這也許正是宇宙最迷人的地方。因為人類真正走到宇宙盡頭的时候，可能會發現，我們一直尋找的宇宙誕生根本就不是一個起點，而只是一個循環中的某一刻。那麼你覺得宇宙有真正的開始嗎？
還是說我們的宇宙只是無數輪循環中的其中一輪呢？歡迎評論區聊聊。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